非常可惜，这条线并没有在行驶，希望有一天可以重新的呈现当年铁道风光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、8次，看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爬的位置呢是在。我是头把，现在收看的是 Tomatoma Nama 后手。今天我来到的是苗栗三义的龙腾断桥，一起体验旧山线的铁道文化之旅吧。在影片开始前，不要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待会见喽。这次铁道自行车行程一样是先透过网络预订时段，再到现场换票。换票后会集合一起听安全解说，也有行驶过程相关的注意事项。这边的车子的做法呢是，你是几号车坐去就要几号车回来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所以人还蛮多的，我们期待一下。出发前再提醒我们操作方式：一台车可坐4个人，车上备有小小的置物空间，然后放中间的手刹车。等一下，它这边都跟摩托车一样，只是刹车记得2边帮我同时按哦。这样 OK 吗 ？OK， 好，右手油门帮我转到底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已经出发，整个旧山线自行车里面有分为 A、B、C 3个路线。这一次我们所搭乘的呢是 C 期的路线。我们一出发之后就会看到最有名的龙腾断桥了。开始进入3号的隧道，这边的隧道呢其实不太长，最主要大家会去看的呢是 A 路线的2号隧道，一起来看看喽。现在我们就是在隧道里面，隧道里面有非常多的 LED 彩色的光芒，不过这个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忽明忽暗。马上就要下车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停车，然后前往6号隧道。过去呢会有一个鲤鱼潭水库，经过隧道后会看到一段不大的空间，大家聚集在这里拍照听讲解，基本上只能透过背板的缝隙往内侧穿铁桥方向看去。往鲤鱼潭那段目前是没有开放的。休息不到10分钟，我们又走回车上。虽然一直说是自行车，但过程中并没有很累，不如说是半自动脚踏车。整趟骑下来一点都不费力，非常轻松。这个鱼藤坪断桥呢，南断桥的是在1935年的关刀山大地震，还有921大地震之后损毁。那经过2次的地震，它可以桥墩这么完整，都是因为日本人呢使用的是荷兰式的堆砌方法，才足以保留至今天的样貌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这个自行车你不用太担心有多快，因为在第2次经过龙腾断桥的断面，现在的这个铁桥的高度是33公尺，是11层楼高。这个行程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间，然后在中间呢有一个照相机可以帮你拍照，可以到商店里面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照片，当做一个纪念品把它买回去哦。
现在我来到的是圣心车站。圣心车站以前的旧名呢叫做16份，因为以前苗栗的山区有非常多的樟树，从其他地方呢通通集运到这地方来。因为这边有16个樟脑丸的工厂的，所以呢这边等于是樟脑丸的一个集散地，叫做16份。然后在1953年的时候才把它改成为圣心车站。我们从3义一直到后里的这一段旧山线，因为进行铁路的双轨化，还有截弯曲直的关系，所以呢把旧山线在1998年给废止掉。不过圣心车站一直保留下来，虽然少了铁路的行驶，依旧观光客不减。来，我们可以去看看圣心车站里面木造房子，也是以前日本人所留下来的。这个木造房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没有用到任何的一根钉子，值得看看。在我身后的纪念碑呢，可以见证到圣心车站曾经是台湾西部铁道海拔最高的一个车站。非常可惜，这条线并没有在行驶。你还记得最原始的区间车吗？以前的所谓的复兴号，我们一起上来看看吧。旧山线呢是台湾西部纵贯线的最后一个里程碑，对很多人来说，旧山线是一种回忆，也是代表着台湾铁道史非常重要的一段路。所以有非常多的铁道迷很期待旧山线可以让小火车经过，在展现风华绝代的时候，它需要非常多的经费来做这件事情的。这个艰难的任务呢，就要交给地方与中央2个去做协调喽。我们期待的是114年之后，这整个观光铁路呢可以做一个更新的发展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如果你有喜欢旧山线之旅的话，你可以把这部影片分享给喜欢铁道的朋友们。我是托马，我们就下一个城市见喽，拜拜。圣心车站的旁边呢，有一个叫做有顾黑油咖啡店，有卖黑咖啡以外呢，最特别的是火车蛋糕。今天买的是原味的，这个是你说多少钱？50块，有这么大一个，不过它要等蛮久的，要等10到15分钟，所以有耐心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在这边选购哦。